欢迎来到古龙巢穴的攻略解说视频。在经过了几十次剑龙和数次通关之后，我们大致了解了古龙巢穴的全部机制。古龙巢穴一共有3关，虽说整体的难度不高，但每一关都有概率会因为 bug 的出现而导致团灭。而且即便是在没有 bug 的情况下，严格来说只有ER可以制定固定的打法。由于第2关和第3关的随机性很高，即便在没有 bug 的前提下，也还是会有概率出现各种招式和机制叠加在一起，从而导致团灭的情况发生。所以第2关和第3关并不能够制定一套固定的打法，只能够教大家应对各种招式和机制的方法。至于能不能够通关，运气的成分非常重要。而且在第1关的机制解完之后，各种道具的分配是否合理，将会决定后续的关卡是否具备过关的条件。这些情况需要大家提前知晓。那么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古龙巢穴的攻略教学。第1关限时15分钟 ，BOSS 不吃挑衅。场景中5、7、12 3个方向分别对应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3个区域的大门。3个大门按照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的顺序依次开放，每个区域之间的开放间隔时间大约为70秒。每个区域开放的同时会给 BOSS 增加对应区域的 buff， 具体情况看文字的说明，也可以截图保留。阿尔法的机制需要2名队员，场地中会随机生成2个蓝圈，每人需要把蓝圈连续踩消失4次才能够解除装置的无敌。踩圈的时候需要注意2点，第一点就是防止被装置吸到中间，吸力一共有2种，看地面可以区分。大外圈紫色即为大吸，会一瞬间把人吸到中间，可以提前往外冲锋或者跳起来制空。小紫圈即为小吸，只要保持往外移动就不会被吸到中间。第2点就是在蓝圈消失的瞬间不能马上走开，一定要继续停留大约1秒的时间，等出现一个紫色爆炸的特效才算成功。连续成功4次之后，中间装置的无敌就会解除。这个机制虽然不难，但是需要连续成功4次，如果中间有1次被吸进去，就要清零重来。所以解阿尔法机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专注。贝塔机制的人数没有固定的要求，一般情况下会分配3个队员，2个队员负责采集，1个队员负责拉怪。6个紫色球采集完成后，中间装置的无敌就会消失。采集成功的判定方法就是看紫色球是否消失，消失即为成功。因为有时候紫色球会在读条没结束之前就消失，所以看到紫色球消失就可以立马中断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场景中会出现2个大怪和若干小怪，大怪打不死，小怪被打死会刷新。可以先让1个队员进去，把所有的怪拉到门口，然后另外的2人再去采集。如果是像毁灭者这样的技能范围非常大，而且能打出硬直的技能非常多的职业，就可以站在场地的中央直接打怪，因为这样既能攒英雄技能，也能保证队友不被干扰。以上的2种方法只能说相对比较稳定，但也会出现意外，因为大怪的仇恨会有概率强行切换。比如这样的情况，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队员都在采集，但是大怪在被打的情况下，仇恨还是切换到了其他队员的身上。如果大怪的仇恨突然切换，就要果断用高硬直技能打断他的行动，就算因此清掉了小怪也影响不大，因为小怪的攻击频率不高，而且即便被小怪打到，只要不动方向键也能采集成功。再次强调，方法是不唯一的，要学会随机应变处理突发的状况，而不是相互甩锅。伽马区的机制最为简单，不需要解除装置的无敌，直接打就可以。但是因为装置的血量很厚，所以一般会选择队伍中的2个大 C 进去打。在打装置的过程中，需要注意躲周围无人机的激光，如果一直摊输出，容易被多段攻击秒杀。3个区域的装置拆掉之后，会有对应的门即将关闭的提示。同时 BOSS 身上的对应 buff 也会消失。解完机制的队友不要马上回到 BOSS 场地，要等10项激活拿完道具之后再返回。每个区域解完之后会激活2座石像，每个石像的道具掉落看文字的说明，可以截图保留。这些道具的分配是否合理，将会决定 2R 和 3R 是否能够顺利的通关。道具分配的思路就是同种道具不要全集中在1个人的身上，贝塔区的装置使用尤为关键。在最开始的过场动画结束后，第1个石像也会固定掉落1组装置使用，个人建议让不进入贝塔区的人拿，
因为装置使用分配到的人越多，2R 和3R 处理机制的效率也就会更高。伽马区的防护罩在2R 和3R 也非常的重要，进入伽马区的2个人最好各拿1组。另外还需要注意2点，第一点就是解机制的时候 BOSS 区域必须有人留场，如果没人留场或是留场的人死了，就会出现团灭的倒计时。倒计时出现后，如果有人在时限前回到 BOSS 区域，就不会触发团灭。第二点，进入一个区域的时候，身上会生成一个 debuff， 在 debuff 持续时间内，如果再进入其他的区域，就会触发持续的掉血，触发后基本上必死。接下来讲解3种特定 buff 下 BOSS 会增加的招式。当阿尔法区域开放后 ，BOSS 会释放一次3连砸。当 BOSS 跳离场地后，所有人可以大致靠近场地的中央做准备，观察红圈的范围，再跑出红圈即可。之所以建议大家稍微靠近场地的中央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少走很多距离，能够保证有充足的时间走出红圈外。如果被砸到，就会受到一定伤害，并且增加一个30秒的进来 debuff。蓄力2连砸，第一下砸内圈，第二下砸外圈，前摇明显，盾挡和无敌帧可以躲。需要注意，躲内圈的时候尽量不要贴近 BOSS， 因为会有2段判定，很容易吃到其中的一段。扇形反击的前摇明显，应对的方案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停止攻击，等几秒后 BOSS 就会停止架招的动作。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所有人都到 BOSS 的正后方，然后打 BOSS 触发反击。扇形反击一共有2段，伤害很高，而且中招就会生成减少 50% 动作速度的 debuff。负责贝塔区的队员如果吃到减速的话，会影响解机制的效率。当阿尔法机制解完，攻击 buff 消失后，就不会出现以上招式。贝塔区域开放后 ，BOSS 身上会有一个感电 buff， 在 buff 持续时间内，攻击和被打都会叠加标记，叠满50层后会生成一个持续掉血的 debuff。所以在贝塔区没有解完之前，尽量躲招，不要打 BOSS。在感电 buff 状态下 ，BOSS 每隔一段时间会在场地里发动电球机制。出电球机制的时候，屏幕中间会有红字的提示，场地里会出现3个电球，爆炸范围覆盖全场，要及时拆掉其中的一个。电球爆炸只有极少数职业能扛得住，电球的血量很厚，留场的队员要提前攒好英雄技能，要把输出集中在其中的一个电球上，而且不要离 BOSS 太近。当贝塔机制解完 ，BOSS 身上的感电 buff 消失后，就不会出现电球机制。所以在打1R 的时候，贝塔区域解得越快，队友的安全系数越高。伽马区域开放后 ，BOSS 会投掷无人机，无人机为固定装置，只要不靠近就没有威胁。BOSS 的部分招式会有追加动作，但伤害不高。所以当 BOSS 身上只有伽马区的 buff 的情况下，相对比较安全。硬直条机制会固定出现在 71% 和 31% 这2个血线。再次强调，不是 70% 和 30%， 是 71% 和 31%。在打到硬直条机制的血线之前，一定要确保在各个区域的队员已经解完机制，并且拿到了道具正在出来的路上，否则就会强制死在里面。比如现在 BOSS 的血量在 72%， 而伽马区的队员正在解机制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先等他们解完机制拿到道具之后，才可以把 BOSS 的血量打到 71% 以下触发机制。这里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小地图的比例，以方便观察各区域的情况。进入硬直条机制后 ，BOSS 会有13秒的准备时间，在此期间可以继续输出，顺便攒英雄技能。当 BOSS 生成蓝色的球形范围后，在里面会持续叠加标记，累计到10层会转换成一个10秒的持续掉血 debuff。所以在拆硬直条的时候需要注意标记的层数，快叠满的时候就可以走出范围，等标记消失。硬直条一共会出现3次，基本上都靠英雄技能来拆，所以一定要分配好英雄技能。如果拆不掉硬直条，就会给所有队员减速，持续60秒。第一关的机制大致就是这些。
在第二关开始之前，可以先把第一关拿到的道具拖到快捷栏中。第二关限时15分钟 ，BOSS 一共有3种形态：剑、锤、斧。开场必拿剑，武器切换是完全随机的，被每种武器打到都会叠加对应的标记。累计叠满8次之后，会生成持续60秒的对应 debuff。剑形态叠满8次会生成持续掉血 debuff， 每次只掉 2%， 危险系数不高。锤子叠满8次会进入眩晕状态，效果就是不能动，所以叠满眩晕的时候最好立刻断线重连，因为60秒不能动是很容易被打死的。斧头叠满8次会进入恐惧状态，恐惧期间可以使用翻滚、跳跃和冲锋，但是不能使用任何技能，不能用鼠标左右键，因为每用1次都会大幅减少自身的血量。需要注意，加 buff、解除异常和使用道具都会触发效果，而且多段攻击技能的每一下都会触发效果。如果叠满恐惧的同时正在释放多段攻击，就会因为来不及收招而直接被秒杀。BOSS 会发动蓄力攻击，间隔的时间随机。发动蓄力攻击的时候 ，BOSS 会收掉武器。蓄力攻击一共有2种，一种是把玩家往外推，往外推的过程中没有伤害，蓄力完毕后会造成1次全屏伤害；另外一种是会持续发动全屏范围波。每被打中1次都会叠加当前武器形态的标记，比如 BOSS 在拿斧头的情况下发动了蓄力攻击，那么每被打中1次就会叠加1次恐惧。当 BOSS 蓄力的时候，可以靠近之后使用攻击弱点让 BOSS 倒地。第二关需要重点记住锤子的4连砸、斧头的地圈和旋风。锤子4连砸之前会有一个明显的抬手前摇，按照砸地的节奏连续跳或者用无敌帧技能都可以躲掉。不建议使用格挡，因为会叠加标记。当 BOSS 向上挥2次斧头的时候，需要注意向天空抛出的蓝色光球。这些蓝色光球落地后会生成蓝色的地圈，地圈会叠加恐惧标记，并且爆炸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如果地圈在脚下生成的瞬间进行翻滚，就可以消除恐惧的标记。释放旋风之前会有一个蓄力动作，看到 BOSS 正在蓄力的时候就要远离，因为旋风的攻击频率很高，贪刀容易光速叠满恐惧，甚至可能会来不及反应就直接暴毙。而且地圈和旋风经常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，所以斧头形态下除了旋转冲击可以贪刀之外，最好先远离。当血量低于 43% 后 ，BOSS 会给武器充能。充能状态下，除了伤害会增加之外，剑形态的攻击范围会变大。锤子跳起来砸地的判定会覆盖全场，需要跳或者闪避。而且跳砸之后，大概率会接4连砸。斧头的地圈数量会增加很多，旋风的范围更大，所以一定要远离，并且要躲完全部光球之后再进行输出。其他的招式没有太大的威胁，3连切换武器的时候不要贪刀，先观察武器的形态，再决定是否要输出。简单来说，剑形态可以一直打，锤子需要注意4连砸，斧头不要贪刀。然后就是机制的部分，在讲解机制之前，需要提前说明一下，第2关和第3关的机制只有在第1次出现的时候会在固定的血线触发，之后再出现同样的机制都无法从血线和间隔时间上找到规律。不过只需要按照对应机制的文字提示去解相应的机制就可以，因为当文字提示出现后，还要再等几秒才会进入机制。所以在文字提示出现之后再去准备也有足够的时间。电梯损坏度没有满之前不用管，当电梯的损坏度进度条拉满的时候，会有一段电梯损坏的白色文字提示，紧接着会有出现兵力支援的红字提示。这个时候可以注意观察小地图的情况，
等3、6、9点3个方位出现小怪之后，就可以去修理电梯了。修电梯需要装置使用道具，损坏的电梯会有蓝色光闪烁。修电梯的方法如下：靠近电梯使用道具，电梯附近会出现一个采集光点，采集完成就算修理成功。修理电梯的时限为60秒，从电梯损坏的白字提示出现开始计时。3、6、9点的3个电梯必须全部修好才能解除机制，否则会团灭。电梯全部修好之后，会有修理完毕的白字提示。虽然对于熟练的人来说，一个人也能在时限内搞定，但为了更有效率地处理这个机制，我还是建议装置使用道具至少分3个人各拿1组。修电梯的时候需要注意小怪的干扰，次元重叠最早会从 BOSS 血量的 74% 开始出现，出现次元重叠的红字提示后，会随机发动白、黑、紫、绿、深蓝、天蓝色的其中一种次元重叠。看显示界面的边框可以识别具体的颜色，白色会出现一次落雷，必须集中使用防护罩道具，一般建议到场地的中间集合。虽然部分职业的减伤和无敌会有概率保命，但最优解还是保护罩。黑色次元是陨石掉落，但黑色边框的颜色很淡，可以看人物身上是否出现了红圈。当身上出现红圈的时候，可以在场地的中间集中，等黑圈出现之后再分散即可。因为第2关的陨石掉落速度很慢，所以有充足的时间跑出黑圈的范围。虽然也可以用防护罩，但防护罩的数量很少，而且第3关更需要防护罩，所以第2关尽量只在白色次元的时候用防护罩。紫色是重力混乱，人物会出现随机移动的情况，可以用无视重力道具解除。绿色是持续掉血，每2秒掉血1%。淡蓝色是移动速度减慢，可以使用移动速度增加来解除。深蓝色对应进奶，进奶期间以躲招为主。次元重叠每次间隔的时间都不一样，颜色也是完全随机，所以只能告诉大家不同颜色的应对方法。第2关的机制大致就是这些，虽然并不难，但次元重叠和 BOSS 是各自独立的，所以很容易出现叠在一起的情况。有一部分机制和 BOSS 的招式如果同时出现，会有概率出现完全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。第3关限时25分钟 ，BOSS 不吃挑衅。龙有2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是20条血。首先要告诉大家，龙的模型非常的生草，判定稀烂。在龙尾的位置，基本上每个职业都会有攻击判定，但因为甩尾的伤害很高，而且会附加减防御的底 buff， 所以一般不要站在龙尾，除非能够掌握好甩尾的节奏。古龙的输出站位尽量在龙的2侧。各职业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找到有攻击判定的安全点。古龙一共有3种吐息，都有明显的前摇，建议多看几遍，记住前摇的动作。前2种都是定点喷，一种是毒喷，另外一种是紫色光线。喷紫色光线的时候 ，BOSS 的腹部有可能会出现一道向下喷的紫光。还有一种是180度扫射的紫色光线。3种龙息可以用无敌争夺，可以格挡，也可以用减伤技能硬扛。不过我的建议是，看到龙息前摇的时候就要跑到龙的侧边，因为这样可以在龙息过程中继续输出。龙的2只前爪，左爪带紫光，右爪带绿光。第1阶段的挥爪都没有太大的威胁，不过建议尽量不要吃到绿色攻击，因为会叠加标记，叠满8次会进入假死状态，假死状态持续30秒，复活的时候是没有无敌时间的，所以一定要提前找好安全位置等待复活，避免反复去世。假死的队友复活之后需要重新补1次 buff。单手砸的时候，龙会缓慢抬起左爪或者右爪，可以用无敌和翻滚躲，也可以找准时机跳起来躲。当龙要转向之前，其中一只爪子会向前方的地板下拍，
下拍之后会往后拉，同时会进行转向。往后拉的时候有伤害判定，转向之后所有成员都需要重新调整站位。前冲的时候，龙会有一个压低身体的前摇，一定要找准时机翻滚或者用无敌扔技能躲开，否则可能会吃到多段判定而直接暴毙。双手砸的时候需要注意观察两只龙爪的颜色，快砸地之前其中一个颜色会消失，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口诀：紫色不跳，绿色跳。双手砸的伤害很高，而且会追加一个减防60秒的 debuff， 所以一定要学会躲双手砸。当 BOSS 到了第2阶段50%血量以下的时候，双手砸会有概率出现绿色和紫色都不会消失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就需要全员集中到一起，用防护罩才能完美处理。如果没有防护罩，也可以集中起来用减伤技能扛一部分伤害。需要注意，绿色和紫色都不消失的情况不是一定会出现的。如果2阶段50%血量以下，防护罩的数量还充足，就可以在每一次双手砸的时候都集中起来用防护罩。龙的招式大致就是这些。当 BOSS 进入2阶段后，以上的招式会出现一些变化。绿色单手砸在砸地之后会追加一次绿色大范围爆炸，间隔时间大约为2秒。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找准时机翻滚或者用无敌扔技能躲，因为无论是贴近 BOSS 或是跳起来都有可能会中招。紫色单手砸会在砸地结束2秒后追加一次重力吸引，虽然没有伤害，但是会把队员吸到龙的正前方。紫色灰爪也会附带重力吸引，同样也会把人吸到龙的正前方。绿色灰爪的时候会有概率向天空抛出一堆绿球，绿球分快和慢2种，即快速落地和慢速落地的2种绿球。抛绿球的时候需要停止输出，先分散躲完绿球之后再进行输出。接下来是机制部分的讲解。当龙的血量低于91%后，会出现开启战斗模式的红字提示，等几秒之后会有攻击坐标固定完毕的白字提示。这个时候需要观察场内眼睛的分布情况。眼睛种类可以分为天上的和地上的2种。2种眼睛的攻击方式如下：天上的眼睛一共有3种攻击，单发大绿球、多发小绿球和3线扫射。大绿球和小绿球需要躲，因为会叠加假死标记。3线扫射的伤害不高，第1阶段可以不用管。地上的眼睛有3种攻击模式，和 BOSS 的3种吐息一致。定点喷毒会秒杀队友，定点紫光如果全中也可能会死，要提醒队友先散开躲眼睛的攻击。当龙的血量低于71%之后，屏幕下方的能量槽会直接拉满，然后屏幕中间会有注入能量的红字提示。当出现100%的红字提示时，就会进入天黑。天黑之后，需要装置使用道具开启1、5、7、11 4个点位的跳台。操作方法和第2关的电梯一样，靠近跳台用道具点亮，然后采集完成即可激活跳台。4个跳台会把玩家弹到对应的高台上，上高台之后需要点装置，点完装置后会提示能量稳定成功。这样就算点完1个高台，4个高台都点完之后就会恢复天亮。
天黑需要大约2分10秒内点完4个高台，如果没有在时限内点完，就会判定团灭。需要注意，在高台上停留会叠加假死标记，而且在激活跳台的时候也要留意 BOSS 的动向。你们可以看到，我在解跳台的时候会把视角正对龙的方向，这样做是因为可以观察龙的动向，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突发状况。在解跳台的过程中，其他成员要尽量把龙拉往场地的中间，这样就不会出现龙的身体把跳台压住的情况，而且可以让解跳台的队友少一些干扰。然后就是充能机制，有红字提示充能的时候 ，BOSS 会在1、5、7、11 4个方位随机一处激活能量装置，随机生成和第2关一样的次元重叠。不过充能机制没有黑色和白色，其他颜色的效果和第2关是完全一致的。解除充能需要观察右上角的小地图，红色的圆形标记即为被激活的装置。这个时候需要装置使用去激活对应点位的跳台，具体的操作和天黑的时候差不多。2个光点的情况，只有其中1个光点是对的，只能靠猜。方法是先任意选择其中的1个光点，点一下左键，然后停下来看屏幕下方的文字提示。如果只是能量槽涨了，但是没有文字提示，就要去点另外的1个光点。如果提示稳定成功，那就可以继续回去打 BOSS 了。解充能机制的时候需要注意2个细节。第一，充能机制提示稳定成功后，要等几秒以后才会解除，所以不用一直停留在高台上，只要看到稳定成功的文字提示就可以离开高台了。第2点就是每点1次光点都会给 BOSS 增加1次能量，无论点对或是点错都会增加。由于累计点4次就会让能量槽充满，所以不要对着其中的1个光点疯狂的鼠标左键，因为这样做的话，能量槽会在一瞬间拉满，能量槽拉满之后就会再次进入天黑。还有就是天黑和充能机制的高台，银武和银弓都可以直接飞上去。古龙飞离场地的时候，全员集合到场地的中央，放一个防护罩，让所有的队员都吃到效果。这个时候会出现陨石机制，不过第3关的陨石掉落得非常快，在和谐模式中，因为没有尊享 buff 的移动速度加成，所以部分腿短的职业基本跑不出圈外，所以最稳妥的方法还是防护罩。而且防护罩不能放得太早，因为陨石结束后还会有俯冲旋转，俯冲旋转不但会有错位 bug， 而且还有多段判定，很容易秒杀一部分队友，所以在中间集合的时候，防护罩也要放得慢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9秒的防护罩刚好能够完美覆盖到陨石和俯冲的时间段内。当身上出现红圈标记后，默数3秒再放防护罩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担心俯冲旋转会秒人。最关键的就是分析模式，这是最容易导致减员的机制。当出现开启分析模式的文字提示后，就可以准备观察6点和12点2个方向。当扫描坐标固定完毕的文字提示出现后，3只眼睛会同时出现在6点或12点，而且眼睛只会出现在同一边，也就是说3只眼睛会一起出现在6点，或者一起出现在12点。眼睛扫描按照玩家正对眼睛正面的视角，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。比如现在我的视角是正对着眼睛的正面，那么眼睛扫描的顺序就是从左到右的顺序。无论是6点或是12点出现的眼睛，都可以按照这个规则。扫描一共有3种形式，第一种是脚下会出现蓝圈，出现蓝圈的时候要及时跑出蓝圈的范围外，反应时间大约为2秒。第2种是蓝色墙，方向和眼睛视线的方向一致。比如现在高处的眼睛正在看我，那么蓝色墙就会正对着我过来。蓝色墙只要找准时机翻滚就可以躲过去。第3种是绿色的视线，要按照不同的情况背对或是正对眼睛。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了所有情况的应对方法，一定要记熟，可以截图保留。如果中了扫描，身上会有一个紫色眼睛的标记，状态栏也会出现眼睛图标的 debuff。当出现执行攻击文字的提示后，中扫描的队员会吃到对应的 debuff。
debuff 按照中扫描的人员数量分为3种，如图所示，可以截图保留。中了内鬼 debuff 的成员要远离 BOSS 和队友。内鬼可以给 BOSS 治疗和加 buff， 并且免疫 BOSS 的一切攻击，但会被队友杀，而且也能够杀队友，所以内鬼 debuff 期间要把召唤物收掉，以免出现召唤物秒杀队友的情况。眩晕效果和第2关锤子的 debuff 是相同的，也是60秒不能动。如果在扫描过程中有5个以上的队员已经中了扫描，就要果断示意其他的队员去吃扫描，因为全员进奶实际上是比眩晕更安全的，只要苟住1分钟就好。然后就是2阶段部分机制的变化，多重召唤的红字提示出现后，场内的眼睛会比1阶段更多，有2种处理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先分散到场地的边缘，躲完眼睛的各种扫射之后再继续输出。天上固定的多重扫射会有2次，在场地边躲完就可以靠近 BOSS 继续输出。当地上出现眼睛的时候，可以让有攻击弱点的队友靠近眼睛，等眼睛完全显现之后，可以用这个道具直接打掉，累计打掉4个眼睛就可以让 BOSS 倒地1次。第2种方法相对激进一些，让圣徒或者药在 BOSS 的侧边打标记集中，然后放40大减伤硬扛继续输出。同时要示意有 CD 重置道具的队友在第1个40大放完之后，使用道具重置 CD， 然后继续放40大硬扛伤害强推。不过这种方法需要队友之间有一定的默契，刚开始的话还是建议用第1种方法。机制的部分大致就是这些，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古龙巢穴里非常逆天的 bug。第1关的阿尔法和贝塔区机制解完之后，会有概率出现石像不会被激活的情况，像我们团队就遇到过连续2次贝塔区的石像都没有被激活的情况，这就导致后续的关卡会因为使用装置不够而导致直接炸团。伽马区会有概率出现解完机制后门不会开的情况。第2关的电梯和第3关的跳台都会有装置使用无法激活采集光点的情况。第2关遇到的话直接炸团，第3关要是队伍里有银武或者银弓的话还能够抢救一下。防护罩道具会有概率不生效，我们在第2关和第3关都遇到过。第3关的龙会频繁出现错位 bug， 而且还会不定时的抽搐，靠近的话就会触发多段判定而直接被秒杀。这些 bug 和 BOSS 的招式以及机制会有概率叠加到一起，从而导致出现一些无法破局的情况。所以在视频的开头我才会说能不能够通关，运气的成分非常重要这句话。就古龙巢穴的整体情况而言，我个人认为，当越来越多的玩家达到了这个团本的数值门槛，李金南团队的咖喱人被深切问候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。希望大家在攻克古龙的时候尽量不要笑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